长公眼。当提到长公眼这个名字时，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。这个名字似乎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。突然，一声大哭划破了夜空，震动了整个庄园。这声音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，仿佛是某种强大存在的呼唤。天瑶激动地率先冲向声音的来源，其他人紧随其后，庄园中的聚会因此而中断。10号也跟随众人，他知道这个声音的主人必定是一个非凡的人物。他们来到了一座断崖前，只见一个男子独自站立，神情悲伤，似乎在进行某种祭祀。他的哭声震撼人心，甚至让一些尊者无法承受，昏厥过去。长公眼的名字在上界如雷贯耳，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震撼人心的事迹。他的哭声充满了真情实感，却也蕴含着强大的力量，足以让一些尊者承受不住而昏倒。这个名字代表了尊者竟无敌的存在，一个在3000州的天才大战中4次独占鳌头的传奇人物。在月光下，长公眼的身影显得单薄而青涩，他的悲伤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天瑶，这位魔文族的明珠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柔和态度，试图劝解长公眼。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长公眼的理解和关心，以及对那位已故女子的尊重。长公眼的故事在人群中流传，他为了复活心爱的女子，不惜多次进入仙谷决战，寻找凤凰血石。然而，命运的残酷让他的希望一次次破灭，最终只能将爱人葬在他们初次相见的地方，那个充满回忆的月圆之夜。天瑶的劝解虽然温柔，却也显得无力。长公眼的悲伤不是简单的言语所能抚平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个金衣男子的出现，打破了这份悲伤的氛围。他的光芒如同太阳一般耀眼，他的声音充满了挑战的意味，直接向长公眼发起了挑战。10号站在人群中，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。长公眼与金衣男子的对决，长公眼的意志之力与金衣男子的剑芒相撞，造成了虚空的裂痕，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已经达到了撕裂空间的程度。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让所有观战的人感到震惊。两人的战斗并没有在众人眼前展开，而是选择了在虚空裂缝中继续，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丝遗憾，因为他们无法亲眼目睹这场传说中的对决。10号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两人消失的方向，但他并没有跟随，而是留在了原地。随后，断崖上出现了一位金衣女子，她的出现引起了天瑶的注意。天瑶很快意识到，这位女子与之前的金衣男子有着相同的来历，都是出自剑谷的强者。剑谷，一个在古代就赫赫有名的地方，培养出无数的剑道高手。女子的话语中透露出对醉血后代的轻视，这让在场的醉州人感到不满。她的行为无疑是在挑衅在场的所有人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用宝镜查找低语者时，10号在场中突然出现了，额头凝聚出符号，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照亮山河，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。断崖上的金衣女子更是震惊，难以置信，颤声道：“不久前醉字烙印天穹上，映照诸天，那个人是你。”明月的光辉洒满了断崖，照亮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脸庞。修士们的心情如同这波动的月光，既明亮又复杂，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10号身上。10号目光冰冷说道：“醉血，到底有什么罪？谁来裁决？由你而定吗？”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醉血，这个在古代曾代表辉煌与荣耀的符号，如今却被一些人视为耻辱，这让10号感到愤怒。金衣女子作为剑谷的嫡系血脉，她的身份尊贵，但她的言辞却透露出对醉血后代的轻视。她试图以剑谷的威名来压制10号，但10号的冷漠与坚定让他感到了一丝不安。10号的步伐坚定，他的气息强大，仿佛每一步都在向金衣女子施加压力。金衣女子虽然心中惊慌，但她仍然试图维持自己的尊严。她坚持认为醉血后代的称呼是正确的。然而10号的沉默和前进的步伐让他的自信开始动摇。他知道10号并非易于对付的对手，尤其是在剑谷的无上人杰与长公眼的战斗尚未结束之际。10号说道：“你说我等体内流淌有醉血，为祸天下，请给我指出来，我们的祖先曾在哪个时代作乱？”他真的希望这个金衣女子说出一些秘闻，好让他更进一步了解过去，洞悉真相。金衣女子说道：“天下尽知，一些最强的道统早有共识。”随后用手中的古镜照向10号，道：“连他都认出了你，感应到你的醉血浓郁，各教都有这样的宝物。”10号知道，所谓的醉血并非自己祖先的真实写照，而是一些古老道统强加的标签。他对这种无端的指责感到失望，同时也对金衣女子的态度感到愤慨。金衣女子虽然出身名门，但她的言论和行为已经触犯了10号的底线。她试图以剑骨的威望来压制10号，但10号并不买账。她的身体散发出的光芒，额头上璀璨的醉字，都在向所有人宣告她的力量和决心。10号的冷静和坚定，让金衣女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她虽然试图坚持自己的立场，但10号的反驳让她感到了心虚。她从未想过，一个醉血后人会如此强硬地挑战她的权威。10号的呵斥，不仅是对金衣女子的斥责，也是对所有试图贬低醉血后代的人的挑战。他知道，
自己的祖先曾经为了更大的目标而战斗，他们的牺牲和勇气不容被误解和亵渎。金衣女子看向10号，道：“在挑战我剑骨的威严吗？”她在提醒，剑骨是上界最古最的道统，无人可惹。10号的行动证明了他不是一个愿意屈服于他人威胁的人。他的强大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醉血纹络，更是因为他的意志和决心。面对剑骨女子的威胁，他没有丝毫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。金衣女子作为剑骨的传人，原本自信满满，但在10号的强势面前，她的自信被彻底击溃。她的剑气虽然强大，但在10号的攻击下却显得如此脆弱。剑骨的神灵法剑被10号击断，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他们开始意识到10号并非一般人，他的力量远超他们的想象。你住手！再这样下去，你族都将被清洗，无人可活！金衣女子尖叫，她真的怕了。这是怎样一个人？强大的离谱，绝对不可战胜。她不会因为对方的威胁而停止自己的行动。在10号看来，那些所谓的大教定下的秩序，不过是对醉血后代的枷锁。他要打破这些枷锁，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醉血后代不是他们可以随意轻视的存在。10号的身体化作神剑，一击之下，剑骨的金衣女子便遭受了致命的打击。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，他们见证了一个醉血后代的崛起，以及他对传统秩序的挑战。金衣女子的死亡虽然在10号的剑下显得如此迅速和无声，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。剑骨作为上界最古老的道统之一，其弟子的死亡无疑会引起轩然大波。魔文族的天瑶拍手叫好，对10号的表现表示赞赏，他的反应也反映了在场众人的欣赏。10号的实力和勇气让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。就在此时，孤剑云出现了，他的名字在上界也是如雷贯耳。10号的行动无疑在上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他不仅以醉血后代的身份挑战了剑骨的权威，更是以一己之力斩杀了剑骨的传人。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剑骨的挑战，也是对整个上界秩序的挑战。10号的醉血纹络以及他额骨上凝聚的醉字，成为了他身份的象征，也彰显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。10号说道：“这不是罪，是荣耀与光辉，是昔日的辉煌烙印。”他的话语都在向世人宣告，这不是耻辱，凝聚着昔日的血与火，在另外一个世界，这种符号代表了最璀璨的荣耀与恭敬。他的声音铿锵有力，充满了自信和决心。那些试图为他定罪的人展现出了一种无畏的态度。孤剑云和长弓眼的对决以及他们的消失，让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。他们的战斗以及他们的实力，都让人们意识到古代无上人界的可怕。他们的存在让上界的年轻一代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，他们的实力和潜力都让人们感到了一种难以抗衡的力量。10号的离去以及他以虚空战戟斩破长空的行为，都显示出他的实力和决心。他的行动让所有人都在猜测他的来历和目的，而天神的驾临以及他们对10号的寻找，都表明了10号在上界的影响力。这一夜，上界无法宁静。孤剑云和长弓眼的战斗以及他们的消失，都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。他们的行动，他们的实力，都让人们对古代无上人界有了新的认识。而10号的出现，更是让人们意识到醉血后代中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人物。随着这一夜的风波逐渐平息，10号的行为，尤其是他额骨上凝聚的醉字，已经成为了上界热议的焦点。紫妍飞的出现，更是为上界带来了新的动荡。他的大焚天宫以及他那狂野不羁的性格，让他成为了一个令人敬畏的存在。他横跨数州，击败了多位年轻高手，展现了他的强大实力。他的目标明确，寻找古代无上人杰，挑战被雪藏下来的高手。与此同时，6冠王宁川的出现，再次震动了上界。宁川的目标是10号，他誓言要斩掉这位醉血后代，以守护大道。然而10号对此并不知情，他已经进入了一片原始山脉，准备迎接自己的天劫，以期达到尊者大圆满的境界。10号的计划是利用雷雨天的闪电，度过仙古才有的天劫，以此来淬炼自己的元神和肉壳。他的目标是攻陷一座雷池，获取其中的神秘宝叶。然而随着实力的增强，他所面临的雷劫也将更加恐怖。10号必须在生与死之间寻找平衡，这是一场对他意志和实力的极大考验。10号感觉到了一股压力，强者辈出，各个时代的王者都将归来，他必须要尽最大的可能将自己的实力提升一大截。